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朝气蓬勃的校园，每一位同学的脸上都写满了不想开学4个大字。高一的新生们聚在公告栏边，寻找自己所在的班级。有些个子矮的女生被挤在人群外头，点高了脚尖也瞅不到一个字，只好拍拍前面的同学寻求帮助。你好，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是哪个班的？被拍中的人是一副大男孩的样子，看起来不像是高一新生，可又没有穿学校规定的校服，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身上是一件偏深的黑牛仔夹克，1.86米的个子在人群中十分显眼。他转过头，身子微弯地看着面前1.63米的女生，一双勾人的桃花眼微微弯着。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女生被他微挑的桃眼看得微微有些愣，说起话来竟有些不利索。罗清扬。罗清扬。他挑了挑眉，笑道：真巧，你是高一5班的。巧。罗清扬有些反应不过来，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连公告栏都没有看都知道自己是哪个班的人。你跟我在一个班吗？对方伸出手摸摸他的头，脸上的笑容十分慈祥，算是。说罢，他迈开长腿跨出人群，单手拎着一个轻飘飘的双肩包搭在肩上，留给罗清扬一个十分潇洒的背影。记住啦，你的班主任叫做魏无羡。待回过神来，罗清扬开始犯了嘀咕，魏无羡，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啊，新老师嘛，怎么就认了班主任呢？靠不靠谱啊？他有些失落，为什么没进蓝老师的班呢？这厢刚刚才慈爱地帮助过自己班女学生的魏老师并不知道自己的教学带班实力已经遭到无情的质疑。他随手捞了一个看起来比较靠谱的男生，勾着人家的肩道：黑兄弟，高一教师办公部怎么走知道吗？被勾搭的男生有些受惊，他瞅瞅身边的这位有些吊儿郎当的陌生兄弟，犹豫地开口道：大概是顺着这儿直走，在左拐，然后上楼梯，1班到8班的在2楼，9班到16班的在3楼，楼梯口右手边走廊。魏无羡了然的点点头，又问道：那高一5班在哪儿呢？5班应该在2楼，楼梯口左手边走廊的第1个班。男生推了推眼睛道：得嘞。魏无羡收了手，拍了拍对方的肩，笑道：谢了兄弟。男生看着他远去的身影皱了皱眉，是一个班的吗？这位看起来有点不良少年的样子啊。现在我们的魏老师连自身属性也遭到了质疑。然而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十分愉悦地上了楼，顺利地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高一教师办公处2，里头稀稀拉拉地坐着7、8位老师，大都在低头背着教案。他站在开着的门口，十分有礼貌地扣了2下门，报告。听到声音，坐在靠窗位置的人第一个抬起了头。他身上是一件纯白色的衬衫，扣子一丝不苟地扣到最上面一颗，腕上戴着一块设计简约的黑白色腕表。面容干净俊美，面部的棱角线条十分流畅漂亮，带着几分冷意。头发被打理得一丝不苟，在窗外的阳光下微泛着金色的光，高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框眼镜，更给人添了几分严谨和老成。他望向站在门口的魏无羡，眼神很深很沉，琥珀色的眸子微有些亮，脸却是板着的，连一丝表情也没有。魏无羡也一眼看到了窗边的那个人，不由得一愣，心情有些复杂。算是老熟人了，真是冤家路窄啊。魏无羡心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居然还是这样一副死了老婆一样的苦大仇深。靠门口些的是位年纪稍长些的女老师，大概是有坐在门口的就要应人的习惯，其他老师都没有搭理魏无羡，只有他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进。有什么问题吗？魏无羡回神，朗声道：请问魏无羡，魏老师坐在哪里？魏老师。那位女老师抬起头看了魏无羡一眼，又环顾了一下四周，那个新来的5班班主任吧，应该还没来呢。你是他们班的新生，找他什么事？魏无羡只觉得十分惊讶，心下想着，我知道我帅气又年轻，可已经嫩到了被人误认为是高一新生的地步了吗？虽然被人往小了认是好事，可魏无羡还是有些接受无能。他张张嘴，正想纠正一下自己的年龄，便听见靠在窗边的人冷然开口道：这里。魏无羡有些没搞懂啊。那个人微不可察地抿了下唇，对面。
魏无羡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他的意思，他迈开腿走到那人的对面，迟疑地指了指这儿。对方只是低着头写着自己的班级备录，没有答话。以对他多年的了解来看，魏无羡知道这就是默认了。他只好收起最后一丝侥幸的心思，拉开转椅，在整个办公室略带惊诧的目光下坐了下来。刚刚那位应他女老师十分艰难地咳嗽了2声，尴尬道：“啊，小魏老师啊，你好你好。”魏无羡靠着椅背，身子微微后仰，冲着他抬了下手：“老师好。”那名女老师更尴尬了，悻悻地低下头做着自己的事情。魏无羡回过头看向对面的人，笑嘻嘻地伸出手：“蓝老师，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对面的蓝忘机笔下未停，不是初次。魏无羡夸张道：“妈耶，我以为这么多年没见，蓝老师已经不记得我了呢。”其实他知道，蓝忘机不可能不记得他。2个人高中时期做了整整3年的同学，甚至高3时还做了1年同桌。他们的高中也是在云深高中，也就是现在所在的这所学校上的。这所学校是姑苏蓝氏集团名下的一所直属高中，在整座 S 市乃至整个 C 国都市升学率数1数2的重点中学，以校风雅正、校规严苛闻名。从这儿毕业的学生，哪怕初中时期是在令人谈之唏嘘的纨绔子弟，走出来以后也绝对是风度翩翩、品学兼优的别人家的孩子，端的是一派人模狗样。当时他是凭着几大集团间的利益关系和江城一起进来的。蓝忘机是他们年级学生会的纪律部兼学习部部长，简直是全校的优秀楷模，从谈吐举止到学习成绩，从天文地理到琴棋书画，简直挑不出一丝毛病。而魏无羡就不一样了，天天带着头爬树翻墙，违反校规校纪，从没有一天肯按照校规把校服拉到胸口以上，成天被五好劳模蓝忘机盯着扣分，甚至还有多次惹得他破功发火的记录。所以即使是7年没联系过，魏无羡也坚信蓝忘机一定记得自己这个令他糟心的存在。蓝忘机听到魏无羡这句话，笔尖顿了顿，握着笔的手微用了些力。他轻吸口气，没有再搭理魏无羡，脸上显得更加面无表情了几分。魏无羡却没有发现这些小变化，他趴在桌子上抬眼瞅着蓝忘机，手指轻敲着桌子：“哎，我说蓝湛，我还能这么叫你吧？蓝湛，你怎么也在这儿当老师？”蓝忘机先是默了默，随后淡声道：“叔父之命。如果我没记错，你哥现在是这儿的校长吧？真够可以的，2兄弟都进军教育界，你家公司谁接管了？”魏无羡歪着脑袋，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蓝忘机。蓝忘机道：“父亲还能看顾，